近代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国民意识的建构。国民意识的建构啊，那当然，对于一个19世纪的泉州人来说，我想他没有认识到一个单一的均质的政治社会。我个人是倾向他没有这样认为了。哦，那这个当然你有兴趣，你可以研究，你可以去研究。那其次就是说，当然你可以说，一个清朝的人，他没有认识到有一个单一均质的政治社会，有可能是因为他笨嘛，啊，他无知嘛。但是我想不是了啊，应该是说客观上，清帝国它没有这样的单一均质的一种政治社会。那这个图我们经常看到嘛，大家也见怪不怪嘛，这就是清朝版图，清的版图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其实清朝它是一个奇妙的帝国。我非常喜欢讲这个词，清朝它是一个奇妙的帝国。你从汉唐宋明的角度来看，它仍然是一个奇妙的帝国。辛亥革命所推翻的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帝国。我们要掌握住这一点。辛亥革命推翻的不是汉朝，不是唐朝，不是明朝那它推翻的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帝国。那说它哪里奇妙呢？它是一个二元统治的政治系统。清朝的皇帝他在北京统治所谓的内地18省，我们这边看到内地18省这个18省今天我们大概都继承下来了，内地18省，这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支配了蒙古、新疆、西藏。在哪里支配呢？在热河支配。所以说它是一个二元统治的系统。清朝皇帝，但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帝国，我们把它叫做清帝国。因此你画这样的版图好像又有道理啊，可是它的道理只有一点嘛，就是它是一个皇帝在支配，就是清皇帝。可是实际上它是二元的政治系统那这个清皇帝他在北京治理汉人的所谓汉人的内地18省，他在热河支配我们讲北亚了，讲北亚也不太妥了，因为他已经到了西藏了其实北亚不妥，但是大概你可以这样来想象。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暧昧的区域，就是东三省满洲这是他的老巢根据地。所以说其实这一图呢，这个图当然我们今天可以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版图真的可以这样画吗？你可以这样画吗？这是一个问题嘛。当然你这样画它只是在告诉你说，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固有疆域、历史疆域嘛，就是出现很多很有趣的词汇，固有领土。因此呢，蒙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新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西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它造成你这个观念那固不固有，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我也不见得要有结论。那这个图呢，当然也激起了近代中国人的这个民族主义嘛。为什么呢？你就眼见的大好的江山呢，在19世纪后期被帝国主义拿走了。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的挑战的时候，它有3个选择。第一个，维持旧帝国，打死不退嘛，我打死不退我就是要维持住天朝。但是各位知道没有吗？没有它很快的节节败退。第二个就是学习西方型的帝国，建立我们讲殖民型的帝国，向西方学习那要建立起西方式的帝国，向英国学习向德国学习，建立起这种西方式的殖民帝国。有一个国家做了这个，走了这条路，那是日本，他们开始建立所谓大日本帝国他们要建立他的殖民地
第三个就是转换成民族国家。中国走了这条路，中国没有选择去走第二条路啊，没有选择去变成一个西方型的帝国，而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就像孙中山等等，他们在很多的话当中要以平等啊，希望列强以平等来对待我，就是你把我当成是一个民族国家好吗？中国是用这种方式来度过19世纪到20世纪的各种的问题。于是当然我们简单讲，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史学出来了。那史学如何的为这样的一个改变去做它学术的工程？梁启超的新史学呢，它其实是他在告诉你他心在哪里，心在哪。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史学是中国的四部之学，经史子集。但是这个新史学当然是要学习引进西方式的学院史学，不是经史子集里头的史学不是经史子集里头的那个史部之学了所以说称作新史学。但是另外一方面，新史学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推动民族主义，它要推动民族主义。它的方法也就是要建构所谓的中国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延续跟一体。这种史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它要告诉你历史中国、历史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至少清代的中国跟民国的中国，它是一体延续的。这个一体你不可以去把它打破。那你说，为什么呢？当然，我们经常讲历史学，就是去问很多事情，它不是理所当然的嘛。如果说我们认为前近代中国它是一个中华帝国，那这个中华帝国它是多元地域的整合。跟神圣罗马帝国是跟土耳其帝国一样。那如果跟这些帝国一样的话，帝国的崩溃可以产生许多的民族国家。中华帝国的崩溃为什么不可以产生许多民族国家呢？可以我讲的是就历史的法理上是可以的。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他要积极的证明不可以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国家。那这种论证在20世纪后期更成为独一无二之学了。梁启超呢，他一如当时的其他的学者，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当时的知识界呢，充满了一个意识，就是无国的意识。无国，没有国，无国。那这一点呢，包含像王范森先生呢，他们的文章都有专门的讨论我会把这个著作目录给大家也就是说，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的当时的知识者有一种非常大的恐惧，就是无国。但是这个无国是只是说，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国家存在，但是我们无感于这个国家的存在，因此我们就没有民族主义。我们有民族嘛，我们是一个民族嘛，但是我们没有民族主义那怎么办呢？赶快运动赶快来做运动嘛不是做这个运动赶快做这个社会政治的运动然后呢，建构我们的民族主义。那换言之呢，就是说这些讨论包含无国论，它都在告诉你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实存的一个国家那只不过是说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包含历史学家都失职嘛，没有报道所以说让大家没有国的感觉，讲说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意思就是说，传统中国其实是有国家的嘛，它有一个国家嘛，只不过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他不知嘛。
这个不知反映的是有嘛？就说实然上，传统中国是有国家啊，是有国家的。可是呢，史学家没有尽到报道的责任，让这个实然存在的国家没有被报道出来。那些历史学家只会报道朝廷，而不报道国家。因此，什么叫做新史学？新史学就是要把这个实然存在的国家，把它报道出来。